兄弟们，熬最漫长的夜，观最恐怖的影片。今天依旧是没空系列，找到你了。电影一开始啊，一个小男孩呢骑自行车放学回家，寻思抄近道走小路吧，骑着正带劲儿呢，就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似的。然后画面一转，男主大山是一个警察，他原本有着幸福美好的家庭，但是被妻子的出轨而打破了，因此仨人闹得十分不和。父子俩对妻子翠花感到十分的失望。这天大山起得比较晚，翠花就给他打电话说早饭放桌子上了，正好也想借此机会俩人沟通沟通。可大山二话不说，直接将电话扔出了窗户外，打碎了玻璃。走上前去一看，竟然发现房顶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个水杯，里面有很多烟头。大山认为是儿子可能是因为烦心事太多了，抽几根烟来消消愁，所以就没多想。回到自己这边，又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，那就是镇上又发生了离奇的儿童失踪案。主要是上一次发生还是在15年前，其中有2个儿童侥幸活了下来，有一个得抑郁症自杀了，还有一个搬走了。最主要的是嫌疑犯已经被抓进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绿色的匕首和一辆自行车，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一根铁丝，警方就推断出可能是模仿作案。回到翠花这边，她呢刚回到家准备做饭，却发现刀具全不见了，于是就上楼问问是不是儿子搞的鬼。等这么一上楼啊，吓一跳，家里边进来个人，是胖子，说是大山让他过来的，来修修玻璃。最奇怪的是，胖子临走前，翠花问是谁给他开的门，胖子说是他的女儿。翠花一想，那不对劲儿啊，我们家就有一个儿子，哪来的女儿？到了晚上，翠花和儿子俩人在一块吃饭，翠花就问儿子是不是他把胖子放进来的。儿子这块呢，说话有点不尊重妈妈，说你跟那个修理工出轨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对得起我爸吗？儿子就嚷嚷起来了，完事抬屁股走人了。妻子这边在刷锅的时候，电视机突然自己开了，里面播报着儿童失踪案。奇怪的是，这边刚关上又开了，刚关上又开了，正好大山也回来了。翠花把今天发生的事儿告诉了他，大山没有理会，直接上了楼。就在上楼的时候，大山发现相框里的照片又少了一张，而且在他吃药的时候，关在笼子里的仓鼠不知道是谁给他放出来了。为了抓住仓鼠，大山钻进了一个试衣间里，这时候门突然关上了，怎么也打不开了。好在听到呼喊声的翠花帮他打开了。半夜大山睡觉的时候，被子被人扒了下来了，完事等他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这床上都是尿，以为自己最近压力太大了，导致尿床了，尴尬的把床单放进洗衣机后就去上班了。回到警局，上司告诉他，那个在牢里的绑架犯得知最近又发生了儿童失踪案，想借此机会请个律师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被人陷害的。旁边的老黑说了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证据都已经确凿了，并且人还是大山抓的。回到翠花这边，她在外面出轨的男友大壮找她来了，大壮想邀请翠花和自己一起逛街去。翠花一看说啊，你呢赶紧走，不能在这儿，我儿子在家呢。俩人正在说着呢，这时候从楼顶掉下了个水瓶，正好砸在了大壮脑袋上。翠花把他带到了仓库，安抚好后回到了客厅，发现音乐突然被打开了。妈妈就问，你刚才是不是在楼顶呢？儿子一脸懵逼，说自己一直都在1楼卫生间洗漱，没有去。完事翠花这边就送儿子上学去了。回到大壮这边，他呢打算换个毛巾捂，然而就在他刚准备打开柜子拿毛巾的时候，被人一棍子给打倒了。完事等翠花再回来一看，吓坏了，大壮人躺在了地上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他呢把大山叫了过来，翠花跟他说，咱儿子干的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啊，再生气也不能这样做呀。大山一看啊，报警肯定是不行的，即便自己是警察也保不了他，于是俩人就开车准备把大壮的尸体给埋起来。儿子这边呢挺会放松的，杀完人打开电脑就直接元神启动。这时候突然有人给他发了个消息，说你知道挖掘人吗？于是儿子就好奇的上网搜了搜。简单来讲，挖掘人就是在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寄住在屋主家的人，有人就藏起来，没人就出来活动，越想越细思极恐。这时候儿子身后出现了个戴面具的人，夫妻俩呢埋尸回家了。
刚进屋还没待多久，大山被翠花一声尖叫引上了楼。这么一看呢，儿子被人绑在了浴缸里，同时肥皂上还插着一把绿色的匕首。之后大山让翠花送儿子去医院，自己则是扬言要找的那个人。大山呢拿着枪就上了楼，他在墙上发现了楼梯口相框里消失的照片。这时候楼下传来了动静，音乐被打开了。就在大山上前去关时，身后出现了一个人，手拿棒球棍向他走来。随后画面一转，时间往前倒，相信兄弟姐妹们前面可能没看懂，这又是失踪案，又是家里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什么的，整的跟这个闹鬼似的。看完后半段，相信大家就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一对小情侣就叫小帅跟小美吧，这个小帅在小美的带领下第一次做这个挖巨人，年轻人嘛，好玩点比较刺激的。就等大山一家子离开后，溜进了房子里，俩人呢参观了参观，随后选择在顶楼住下。半夜小帅趁小美睡觉的时候拿起了摄像机，拿走了楼梯口相框里的一张照片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美发现小帅在窗户边抽烟呢，并且昨天晚上也抽了，还把水瓶当成了烟灰缸放在了屋檐上。小美劝阻着小帅说，他这样做太危险了，一旦被发现，俩人肯定得坐牢。同时大山也上来了，先是发现照片不见了，然后就是烟灰缸。完事儿，等所有人走后，俩人就出来了，弄点吃的什么的。小帅呢就顺手把刀给藏起来了。这时候门铃也响了，玻璃维修工来了，小美就开门去了。到了晚上，小帅又开始整活了，拿个遥控器开始给电视开关，然后又把仓鼠放在了2楼。等大山钻进试衣间后，把门就给关上了。半夜溜进了大山的房间，先是给他被子扒了下来了，然后又开始在他身上撒尿。到了早上，小美醒来，看见小帅又坐在房檐上抽烟呢，问他床是怎么回事，告诉他我们不能捉弄这些人。在小美的一番请求下，小帅刚想回来，这时候他看见翠花和大壮在底下说话呢，于是直接把烟灰缸扔了下去。小美说呢，够了，我带你来是因为信任你，你说你干的那件事儿，哎呦我去，太损了，我都不想说啥了，你要是再这样，咱们可就走了。小帅呢说话也挺直的，说行走吧，很抱歉，但是我玩得很开心。小美呢就去仓库拿俩人的东西，正好看到了大壮，他呢就躲了起来。没一会儿走进来个人，一棍子给大壮打倒了。这个人呢就是大山，为翠花发现大壮尸体埋下了伏笔。小美趁着俩人出去埋尸之际，来到了屋里，正好看见了小帅把儿子打晕了。小美看到后说，你疯了，不行，我得去报警了。小帅在阻拦小美的过程中不小心误伤了她，好在只是晕了过去。之后他把儿子放到了浴室里，在肥皂上面插了一把绿色的匕首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决定带着小美开车离开。不过关键时刻汽车打不着火了，正好夫妻俩人也回来了，于是只能先躲起来了。只见大山等翠花带着儿子走后，他自己呢也开车走了。殊不知小美就在后座躺着呢。路上小美被车里的广播吵醒，里面播报着儿童失踪案的新闻。这时候小美在后座上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，里面有绿色的匕首，还有一件尺码较小的球衣。不用想了，大山就是绑架儿童的那个嫌犯。然后车子停了下来，小美边跑边报警，只不过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没电了。与此同时，她在前面发现了一辆亮着灯的房车，她走了进去，只见柜子里面传来了孩子的求救声，同时大山也出现在了她的身后。随后大山在小美的摄像机里发现了他们这些天所做的事情，此时他心里已经产生了一计。很快大山就回来了，他把小美叫醒了，让其站起来，一枪下去，小美领了盒饭。接着大山朝门上开了几枪，然后又把枪放在了小美手里，并擦干了自己的指纹。听到动静的小帅也拿着斧子上了楼，同时大山这边也在寻找着小帅。他在最顶楼发现了消失的照片，然后客厅里又传来了音乐声。就在他准备关上时，小帅拿着斧子朝他砍过去。大山呢毕竟是警察，多少也练过，直接躲过了这一斧子。小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大山反手就把小帅摁倒了，往地上哭就是一顿揍。看到小帅晕倒后，大山走到了出门，拿起了一把刀扎向了自己的手腕。完事等再一回头，小帅站了起来，拿着枪对准了大山，
说我知道你是谁的，你就是那个绑架犯。大山回怼道说不，你和你那个朋友才是，而且你们俩不仅报复了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，而且还绑架了我的儿子，我手里面可都有录像。这时候小帅走到了大山跟前，大山一看，正是当年侥幸存活下来搬走的那个孩子。随后小帅开枪打死了大山，同时警察老黑也赶了过来，看见小帅在拿枪，便直接开枪打在了他的胳膊上。老黑走到了跟前，小帅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老黑也瞬间明白了。电影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